在美国，一栋在郊区的空楼，如何是合法的套走1:5资金，半辈子的积蓄，赌一栋偏远的空楼？500万买一栋破楼，靠1:5融资3000万，5年后估值3个亿，这样的项目你见过吗？我们今天来拆解一个真实的案例：第一顺位抵押、完工担保、拒签退款，听起来很安全，但是背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我们保证市场上90%的坑能帮您避开。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故事？存了半辈子的钱，咬紧牙关投了一个1:5项目，项目宣传听起来是非常的安全，也非常的高大上。结果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钱还没有回来。现在我给大家拆解一个真实的1:5案例：一栋500万美元买过来的破楼，怎么样靠1:5的资金做成一个开发商暴力退出的生意？整个结构里面有我们最熟悉的这些名词：第一顺位抵押、开发商自投、完工担保、拒签退款担保，听起来都挺安全的。这套玩法很可能就藏在你目前正在看的那些项目里面。我保证市场上面90%的项目坑不了你。第一步，先买一栋楼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Tom， 他看中了一栋废弃的大楼，在非常偏远的郊区。原来的业主因为破产，物业已经空置多年，没有任何的现金流，因为完全没有收入，所以这栋楼的价格很低。我们在此假设只需要500万美元。如果今天你重造一栋差不多的楼，重造的成本可能要3000万美元左右。在美国，很多这种郊区的房地产都是这样，就是买入价远远的低于这种重造的成本。这个并不代表你捡到了宝贝，这只能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难赚钱。那么，怎么样把一栋500万美元买过来的破楼变成银行眼里面的高价值资产？核心就是做高现金流。只要能放进去这种高租金的业态，银行的估值马上就能做上去，甚至超过这种重造的成本。第二步就是选中一个赚钱的工具。汤姆想要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去赚最多的钱。他一打听，发现1:5在很多的地产项目里面是一种融资成本非常低，又能放大利润的工具。于是，一个大致的思路就出来了：用1:5的钱把便宜买过来的破楼，把它包装成一个高估值、高安全、有担保的投资项目。接下来，他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在纸面上把这个项目的价值做上去。第三步就是找一个或者是造一个肯付高租金的行业。要抬高这个估值，关键就是提高租金的现金流。要有人愿意付这种高租金，就得先找一个利润高、愿意出高租金的业态。于是，汤姆就想到了一些典型的暴利行业。这些行业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：有可能利润是非常的高，项目一上来就失败的概率也不小，风险高，收益也很高。比如说赌场，还有部分能源挖矿项目，还有部分医药相关的特殊康复，或者是戒毒类的机构。在美国，这些行业确实存在着高利润，同时也有很多的争议。他想到了多年前的生意伙伴 Jim， 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几乎不出钱，短期暴富，
我负责地产和资本结构，你负责运营。这个项目可以玩得很大。那在这里我们要植入一个前提，这类项目的装修费用和设备的投资都会很高，比如说总投入可能要达到2500万美元。那问题来了，这2500万美元从哪里来呢？作为业主的 Tom，他是怎样快速盈利的？作为经营者的 Jim，他是如何实现暴利的？如果项目失败了，他们最坏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？第四步，找1:5接盘人。于是 Tom 和 Jim 他们设计出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方案。第一，找一个1:5区域中心挂靠，把这栋郊区的大楼包装成乡村项目。计划用1:5项目来募资3200万美元，最高可以是4000万美元，对应至少40个1:5的投资人。第二就是用这个3200万美元1:5的资金，把这栋大楼装修成为适合这个暴利行业运营的设施。第三，募资完成后，项目就可以开始运营了。当运营的现金流回笼之后，这时 Jim 他就愿意用3500万美元买下这栋物业。最终的结果就是 Tom 用500万美元买下这栋楼，然后用1:5的钱装修，最后3500万美元卖给 Jim，账面上面赚了3000万美元。Jim 他拿到了一个预期高利润的运营项目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如果项目顺利的话，5-6年以后，在高租金、高现金流的支撑下，这个项目有机会被估值到3亿美元的级别。听起来这是一个人人都会赢的暴利项目，但是真正能让这个戏唱下去，还差最后一步。谁来出3200万美元呢？答案你已经知晓了，远在大洋彼岸的1:5投资人。第五步，专门对准1:5投资人的心理。Tom 和 Jim 他们都是商场老手，他们都非常的清楚，大部分的1:5投资人最关心的不仅仅是项目的盈利，而且还有以下的关键词：1:5是不是第一顺位的高级贷款抵押？开发商有没有自投20%以上？有没有完工担保？万一 I5261被拒后，钱能不能退回？于是这个1:5项目就开始对症下药，在设计上面专门去满足这些点。在很多1:5投资人的眼里面，这就变成了一个有抵押、有自投、有担保的1:5项目。第六步，1:5项目孕育而生。他们大概会这么设计：关于这3200万美元的1:5的资金，占有项目的第一顺位抵押，变成所谓的高级贷款方。第二，出一个评估报告，比如说写明物业的价值大概是3500万美元左右，让大家觉得抵押物足值。第三，汤姆把这栋楼抵押给吉姆控制的基金公司，就是 NCE。最后，他们就在合同里面可能会埋下一些条款，比如说募资额低于2400万美元的时候，汤姆就有权调整1:5贷款的抵押顺位。第二，这里面是关于吉姆所有的自投资金。那么在合同里面，他们是这么写的，说 JCE 的计划自投的上限是1000万美元，但是在真正的法律文件里面，对于这1000万美元何时出资，它的退出顺序有没有保障出资，这些条款往往写得非常的模糊。我们再看一下担保 Jim 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，提供完工担保和
I5261被拒的退款担保。但是这个担保公司有没有资产？有多少净值？有没有能力真正的去承担责任？普通的投资人一般看不到，也不会去查。到这里，这个项目在宣传的层面变成了有第一顺位的还款抵押，开发商自投20%，有完工担保，有拒签的退款担保。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耳熟？是不是跟你刷到过的一些项目介绍非常的相似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3个问题。第一，Tom 和 Jim 他们真正的自投的资金是多少钱？第二，EB5募资不成功，谁承担最终的风险？他们各自最多会亏多少钱？第三，如果项目进展顺利，最大的赢家是谁？他们大概能赚多少钱？投资人又能拿到什么？你可以把我这个视频发给你身边的朋友，让他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3个问题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最后，非常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，感谢支持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